大家好，若说乐华的王一博和乐华的老板杜华，终于由于不消停的诈资的行为产生出了假戏，您是乐观其变，还是希望息事宁人呢？毕竟佛系的王一博好名声可不是吹出来的，年纪轻轻就能够进入到佛系，没有少年老成的定力加持，注定会一路闹出很多的水花出来的。话说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对母子相称的杜华和王一博终于闹出了一些不和的动静出来了。说白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久而久之的话，也注定会有人或者说有马会扛不住压力的积聚和火山的爆发的，一次过会把自己的想法和不满都倒了出来，不管是就事论事还是口头的宣誓。乐华一到年底肯定也是动作连连，毕竟要为了来年做准备，毕竟旗下那么多的艺人，不能个个都在等吃干饭，等着出粮，家大业大，钱财当家。于是乎，作为主心骨摇钱树的这个王一博，自然而然的就担当起了能者多劳，百上加斤的万斤的重担了。即便如此，压力越大，矛盾就越容易激化，这是人之常情了。那么这次导火索又是什么呢？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呢？裂痕又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把握机会，奇妙的再续佳话，成功的野蛮得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如今的这个王一博热度和影响力一直都在双丰收，而且一直都在稳步的增长当中，这在娱乐圈整改风暴当中显得相当的稀罕和难得。这个口碑稳健以及能够把顶流化身成为主流的神奇的小子，工作态度和工作的能力都是公认的。因此真正能在娱乐圈长久立足的艺人，必须能够在各式各样的环境当中绝境求存，逆境翻身。无疑这个神奇的小子做得很棒，也很赞。2个月的蛰伏不长也不短，结果这个王一博居然能够鲤鱼打挺一般的，又从寂寞当中奇妙的翻身了，而且还是居然迎来了更多更猛的超高的热度了。要说这个世界是异常的现实的，艺人们如果有本事赚取足量的热度的话，就能够持续的站在流量的浪尖之上，被大家伙天天的想念，而且被大家伙天天的记住。王一博作为超高热度的艺人，自然也不经意的带动起了所在经纪公司的名气和热度。这个王一博所在的乐华娱乐公司可是一个一直都饱受争议的话题的公司，可以说王一博一个人的水就带动起了整个乐华公司的船了。因此乐华其他的艺人热度其实也很高，包括乐华的老板那个杜华，也曾因为多次的经典的口误引发过了多次的头条的热议。既然到目前为止王一博是当之无愧的乐华娱乐热度最高的顶尖的一哥了，那么他所带给乐华的无穷无尽的热度，也是乐华乐观其成，乐享其成的，而且还是更加会沟壑难填的那种。最近乐华公司开始大张旗鼓招纳新血的举措了，让业内再次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争议的声音了。原本造血输血也是一个大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的动力之一了，只是公司的宣传语露骨的不要不要的，
因为这次乐华直接夸下了海口，要打造出下一个王一博出来，这就让吃瓜的群众们的瓜不那么甜了，甚至还有点酸了。因为下一个王一博的卖点在哪里呢？是抗打抗压的能力吗？还是被黑被踩的能力呢？因为王一博身上的闪亮点数不胜数，而每一个闪亮点几乎都是无法复制的，所以复制外壳容易，复制内核就别想了。所以没有内核的王一博还是王一博吗？在我看来，王一博在乐华的手中以及眼中其实就是一个热馍馍，因为王一博的热度的确是太高了，所以能够轻易的被公司拿来直接的转化变现成为各式各样的白花花的银两了。有趣的是，收银两的是乐华，躺枪挡枪的依旧是这个倒霉的王一博自己，也就是说关键的时候还必须得靠自己才行。就凭这一点的话，下一个的王一博做得到吗？有趣的是，现在的王一博也是百毒不侵的那种的厉害了。如今很多的黑粉想要见缝插针，都已经很难找到制造麻烦的切入点了。之前王一博受邀参加英雄联盟全国直播赛的时候，单单为比赛跳了个开场的舞，黑粉们就蠢蠢欲动了。搞笑的是，这一次的活动甚至有黑粉大搅浑水，直指王一博是在蹭英雄联盟的热度，这眼神也是让人醉了。王一博到底是不是在蹭英雄联盟的热度，从开始到结束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的话，王一博又被这类的无趣的抹黑蹭了多少的热度和流量呢？这就是现在的王一博抗打的体质的体现了，只能说没有最强，只有更强来形容了。更加有意思的是，现在的王一博即便很少参加综艺节目了，但是搞笑的是，王一博的名字还是经常的出现在了各类的综艺节目当中了。这样的模板王一博，下一站的王一博 2.0 能混出这么样的实力出来吗？王一博的热度其实也是无法复制的。无需说话的这个王一博，其实正在告诉大家一个现象，那就是他就是仅仅凭借一个名字就能引发海量讨论的那个无法复制的神奇的小子了。从现在的王一博再往回看的话，明明白白的人都会搞明白，其实王一博的成功除了靠自己，还真的跟乐华的下场帮助有2竿子的距离那么远。光凭这一点的话，也注定了下一个的王一博日子的苦情和苦逼了。在乐华娱乐待了那么多年，最开始的时候，王一博都没有很高的热度，他怀揣着梦想，也一直都在奔跑和努力当中。就是因为公司的扶持实在是太少了，就是因为公司的关爱并不友好。一直到《陈情令》爆红，王一博开始一路的登顶，瞬间跻身到了超高热度的顶流艺人的行列当中了。而且有趣的是，《陈情令》已经过去了3年了，而这个王一博的热度却一直都在水涨船高，不可抑制。因此王一博的魅力可不是乐华的功劳，或者说是培养出来的果效，它是一种先天的积蓄和后天的爆发。只有当对的人踩在了对的时间点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开始燃烧了。也就是说，就算现在的乐华找到了一个王一博 2.0，并且能够通过时光机重新回到了《陈情令》的现场当中去，也压根儿就无法爆红出下一个王二博出来。因为王一博的魅力就是他自己。
乐华真的不可能打造出第二个原汁原味的王一博出来了，因为王一博原汁原味的修养和魅力都是藏在自己的骨子里面的。而且不知道您发现了没有，其实娱乐圈当中有很多的艺人都能因为一部剧一个角做到了一鸣惊人，一夜爆红了。但是呢，真正能够把爆红坚持到底的艺人，这么多年来却屈指可数。这个王一博就是屈指可数里面的佼佼者了。下一个的王一博如果连爆红都没有机会的话，还能想象一路爆红的歌曲吗？杜华到底是怎么想的呢？说实话，王一博的特别之处就像一地的珠宝那样数不胜数，其中就包括他那无比的敬业，他那过人的教养，都间接的决定了他为何能够拥有今天的成就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不少的艺人都很喜欢虚的那一套，例如说出入讲究衔头，起居讲究排场，事事都玩大拿。尤其是那些小有名气却又很浮躁的二线的艺人们，配合度高的几乎是凤毛麟角了。所以有比较就会有伤害。这个王一博即便化身成为顶流了，照样是个不折不扣的例外。他总会担心参加活动的时候衣服会出现皱褶，他总会默默地站在别人的旁边当默默的布景板也没有所谓。他也总能够在后台的时候能将就就将就，省略了任何矫情的借口和托词。他更加不会和辛辛苦苦的工作人员们主动去要求任何过分或者苛责的要求。例如说，某些矫情的艺人们通常都会要求单独的化妆间，要求单独的休息室，要求指定的某个品牌的咖啡，要求合胃口的饭食等等等等。而且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必须是言听计从的那一种才行。这其实就是娱乐圈主流的表象了。而这个清流通通都没有这些毛病。单凭这一点，谁能保证下一个的王一博人还没有红，心就先服了呢？王一博另外一个招牌就是话少活儿多，身边的工作人员个个都对王一博评价不是一般的高，其点点滴滴其实就已经决定了这个王一博走得远真不是说出来的吹出来的，实际上都是走出来的。乐华能保证自己找到一个话少活多的开荒牛吗？我感觉可能性是有的，是微乎其微的那一种。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懂得，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人是可以复制或者被复制的。无论怎么去想，甚至怎么去整容，都肯定成不了自己想要的那个模样。我们需要去做的是成为最好的自己就已经够了，活成开心的样子就对了。说白了，王一博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想要活成的那个样子，但是终究只有他自己才能活成他自己的样式。现在的乐华除了下一个王一博的瞎折腾的举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瞎折腾的举措，那是什么呢？最近有业内的人士爆料说，乐华专门在对接那些没有优质艺人愿意去接的网剧的项目。消息传出来之后，不少人再次的提心吊胆了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乐华一直都是要钱不要脸的属性，接手这么多的别人家都不要的资源，十有八九都是要让自家的艺人去演的。反正对于这些当老板的人来说，只要自家的艺人们不闲着，就有钱赚了。所以王一博的真爱的粉丝们非常的担心这台出了名的乐华牌的榨汁机
会再次的瞄上自己的头牌当家了，也就是这个王一博了。会要求王一博在无底线、无要求的狂接代言之余，继续的加班加点去无底线、无要求的捡漏别人家不要的影视的资源，继续为乐华燃烧自己的生命，添砖加瓦。当然了，乐华家大业大了，现在去对接那么多的别人家都不要的资源，目的只有一个，肯定是要让自家的艺人不要闲着，尽力去演就对了。但是这里2、3线的资源，他们也不会都摊派到王一博的头上，因为这个王一博现在也毕竟是顶流了，待价而沽总好过自掉身价，因为捡漏通常都会不好意思去谈价钱的。如果把王一博无差别的放在任何乱七八糟的场合当中去强行的赚钱的话，对谁都不是一件好事儿。乐华目前之所以拼命的去收集这些闲散的资源，就是要让旗下的艺人们不要去闲着去吃干饭。所以围绕着王一博的主打品牌和剩余的价值，各式各样的大做文章、买肉搭葱、资源调配和强行的组合，让这个杜华未来是有够操心的了。话说目前的中央政策已经明确的表明说，都会一路的打击所有爱豆型的艺人了，因此中央精神不可违，这对乐华来说已经无异于釜底抽薪了。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杜华的脑筋都只能是强行的推送，努力的转型了。也就是说，把旗下所有的艺人们都捆绑在一起，一同朝着影视圈的大方向艰难的转型了。这种内忧外患的压力感，您能体会得到吗？您会同情这个杜华吗？关心本频道的朋友们都知道，王一博从今年年初开始就确定了要做自己的潮牌了。为此，他私底下经常向圈内的前辈艺人们虚心的请教各式各样的关于潮牌的问题。他的目标已经很明确了，就是实体店和网店同步的发展。现在很多的细节都在和自己的小团队商量中。时下艺人们做潮牌作为自己的副业来说，比起加盟餐饮店的概念还是赚钱的、稳妥的，所以才会有很多的流量大咖一窝蜂的往这个方向发展。当然了，是以潮牌归设计潮牌，他在拍戏的这个方面还是不会耽误的。等拍完了手头上的这个项目之后，乐华导师给了他预留一小段的时间的空转期，除了个别不能推的商业活动之外，王一博终于可以好好的跟朋友们聚一聚了，同时也可以静下心来继续的考虑一下来年的大计了。王一博未雨绸缪，筹备自己的服装潮牌，实际上也是迫不得已的行为。毕竟自己隶属的乐华公司掠夺性的利用自己的流量，影响面不可能都是正面的。按照王一博现在的粉丝基数和流量的热度，不管自家的潮牌后续如何去运作，最起码是不愁卖的，也是有自家的顶流身份的额外的加持的。因此让不少人都想参与投资到他的品牌当中，其中乐华的老板那个杜华就是那么一个了。他在得知王一博进军潮牌的心思之后，表面上并不反对，反而热切的想入股分红，切一块王一博的蛋糕。由于王一博也是个鬼聪明的人，心里面明明白白的，身边的这个杜华为人处事、性格脾气一向都是主外和强势的，所以有鉴于此，特别是乐华最近的连串的榨汁般的操作，让王一博更加不愿意和他继续太深的母子的纠葛和利益的牵扯。更何况现在的王一博手头上并不缺投资，
压根儿就没有必要再把自己的 trouble 老板牵扯进来。于是乎，一向佛系的这个王一博，这回终于干干脆脆的直接的拒绝了杜华的插手。所谓日久见人心，吃亏这玩意儿，吃一回两回也就够的了。一直吃亏下去的话，佛都有火了，您说对不？如果您相当的赞同王一博的这种决绝，不妨直接的在评论区当中大力的打入4个字的短评，也就是拒绝真好。因为这个世界还是个将心比心的世界，那些一直把别人当成傻子的人，其实他们自己也逃不过傻子的命运，您说对不？此外，王一博和周冬雨的合作开始紧锣密鼓了，剧组那边火热的广招替身当中了，准备在这些大牌演员进组之前，把一些走位啥的流程都安排好，安排妥当。这样的话就能很大程度上缩短整个的拍摄的周期了。王一博自己也是个聪明人，易烊千玺的封王之路走得那么的顺，那么的四通八达，王一博他自己照样也可以。因此王一博对外的报价虽然通常都很高，这次摊上了这个好本子的时候，他已经主动的要求自我的打折了，以此来争取到这些优质资源的升阶的机会。下一年2022年，这个王一博已经准备好了，要再次的高飞了。您的板凳有准备好了吗？要说鬼聪明的王一博打算通过自家的潮牌来打造出一条舒适度可期的未来之路的话，鬼聪明的赵丽颖同样有自己寻找个人舒适感的一种超级快捷的方式。您猜是什么方式呢？那就是糖葫芦。糖葫芦是个超级常见的北方的小吃，不仅酸酸甜甜，齿颊牛香，而且咬下去的时候更是脆口软糯，胃口大开，特别的好吃。不要说在拍戏的时候了，即便是平时走在路上的时候，这个吃嘛嘛香的开心的赵丽颖都会忍不住的来上一串，顺便把当天的苦闷愁烦都一块的吃进了自己的肚子里面去了。至于他在一些拍戏的场合当中留下的各式各样的现场的既视感，更能让吃瓜的群众们一起围观到这个赵丽颖招牌的可爱和趣怪。这种喜感的身体的语言和别致的表情包，您都 get 到了吗？我个人很想建议您在吃饭的时候一道来看着这个头牌戏精的各种狼吞虎咽的馋猫样，这么样的话，您就算对着一碗白米饭也会吃得倍儿香的。因为这个干啥像啥，吃嘛嘛香的电视剧女王，就算是吃个面包都能整出这么陶醉的画面感出来，加餐的效果真的是够的。人不能一辈子都苦了自己，该放松的时候一定要放松，该奖赏自己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犒劳自己，否则这辈子亏待了自己，也同时遗失了最初的那一份的快乐和轻松。看着赵丽颖左一个火锅和包子，右一个烧饼和鸡腿，您喜欢吗？您开心吗？如果您也看着爽和快乐，不妨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2个字的短评，或者喜欢这2个字，或者开心这2个字。因为人生苦短，适可而止的快乐和饱足感会让未来的努力更加有价值和动力。您认同我的说法吗？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的祝愿云粉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重聚，野蛮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都已经证明了多次了，都是达成心愿的无形的能量。
这些无形的能量慢慢汇聚起来的话，就是积聚天上财富的，打造人间传奇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会为我点亮黑夜，带来惊喜，更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憧憬和祝福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包括变数依旧的野蛮生长，以及化身成为主流的王一博。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我也热烈的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